呼吸，憋住啊！别动，憋住了。哎呀！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告诉让你别呼吸了，憋住啊！别动。是你。已经送我的东西，为何要拿走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天也要离开我？你为何不说话？莫非这又是梦境？也好。原来戏折子里说的情不知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严丹，你冷静一下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一只妖，人家是捉妖师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况且人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梦中人了，论刻骨铭心的程度，你也比不上人家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你们俩早晚都会分开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清醒起来好不好？这可能就是将臣说的体悟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像那些女孩子一样为爱犯傻犯痴。记住现在的感觉，有了这份体验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更好、更感人的折子戏。尹轩，
从前，我最开心的事，就是跪侍在你座下，即使卑微至此，你又何曾多看我一眼？从今往后，我绝不再对你卑躬屈膝。人呢？他没有喝入院酒，昨夜之人是他所化。你说这柳文阳真够奇怪的，他既然有未完成的心愿感到痛苦，为什么有了如愿酒又不喝呢？我们不该信他，他定是隐藏了部分真相，而且他只想利用我们拿到楚墨。他的那番话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他怕是和魔族真的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没想到小仙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昭圣帝君的神器。我们三个呢，乃是天界的上仙，此次微服出巡，你快把仙旨拿出来，莫再推三阻四了。不过都说这4大神器在大战中陨落了，不知是怎么到了3位的手中啊？帝尊怎么可能让帝君之物遗留在凡间呢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没有声张，你不知道也属正常。之前是小仙有眼无珠，这个限制就在其中，3位尽情翻阅。上仙议事，你且回避。对了，帮我们沏壶好茶过来，走吧。小仙这就去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演得很厉害？看看。长生帝君为杀邪神，以楚墨封魔像，断邪神力量之供给。这个柳维阳既然可以从魔像当中吸取万魔之力，为何还要偷楚墨？之前我听救我的那个小仙说过，楚墨可是万物生，在邪神殿里，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到，他能使枯木复苏。柳维阳一定是想利用楚墨来换回邪神，甚至换回在仙魔大战之中战死的所有魔族。你们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万魔之眼世代相传，与魔像相辅相成，可以吸收万魔之力，并且深嵌在邪神之体，非死不得离身，唯有邪神之血方可破除。这确实是柳维阳胸前的印记。你看，没错，他就是邪神。3位上仙，请用茶。哎，土地公，
正好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邪神怎么只有半张脸？你有没有他全貌的画像啊？没有。这邪神战败之前呐，伪装的是淡泊寡欲、滴水不漏，见过其模样的人极少，所以只有这一幅半遮半掩的画像。不必再问了，他定是不想再牵扯到前尘往事。土地公，能否烦请你把所知道的仙魔大战所有的事情一并告知我们？好。这仙魔大战的导火索呀，是一位仙子之死。他叫陶子气，谓之上仙呐。他是天界的使者，频繁来往于仙魔两界，因此也便就认识了邪神。哎呀，这魔族向来狡诈呀。这邪神让陶子气爱上了他，不停地诓骗于他，让他以为魔族从无反心呐。哦，仙魔相恋，还有此等精彩的画本，继续讲，后来怎么了？这哪里是什么相恋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骗局啊！这邪神待到时机成熟，便对外宣称说陶子气要刺杀自己，是仙界率先破坏了6界和平的诺言，这才进行反击，这便是仙魔大战的开始。那这个陶子气到底有没有刺杀他？这不过是邪神的一家之言，一个谋逆的借口罢了。但他杀陶子气的场面，可是万魔亲见呐。先祖昏庸无能，一直忌惮我魔族势力。我为了族人的安宁，一直选择隐忍、避让，奈何天地老儿仍对吾等赶尽杀绝，竟以和谈为借口，派仙使陶子气实施刺杀之计。硕华长老为救吾，身受重伤，退让无法换来和平。只会让仙族得寸进尺。众将士亲见，吾今日阵前斩杀仙族使节，耻辱过往，譬如今日死。为了我魔族的和平与荣耀，屠尽仙族，一统6界。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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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子气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我之间已无话可说。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那些战犯早已积成一座望不到顶的尸骨山，这魔族战败之后元气大伤啊！虽还保有魔界部分领地，但也不成气候了。何人求找名利？先天界妙法阁掌事，特求焚心之火，名利加持，重修气灵。百
半人半妖，若得加持，可能经得住名利反噬。大仇在身，死亦无惧，何惧反噬之苦？求者心诚，却灵力平平，有何法宝配与我攻锋？我为帝君仙灵而来，承旨，我愿奉上半数仙力，待着以身修为，自愿由你吞噬，死而无憾。甚好！颜淡，殷渊，我定要你们付出比我痛苦100倍的代价。吃吧。这么丰盛，干嘛？担心我们明天去找柳微阳会九死一生啊？颜淡，若柳微阳真是邪神的话，他偷走楚墨，定是想以此凝聚魔族昔日兵马的魂魄，再次向天界发难。我跟唐周商量过了，此行异常的凶险，所以你留下等消息吧。唉，我就说你俩下午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想上来将我撇下呀？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3人当中呢，就属你灵力最弱了。这要是打起来，你就是拖后腿的那一个。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跟班了，我现在每日都潜心的修行，我连火术都会了，我灵力更胜从前了，真的。好，你最厉害，行吧？当然了。颜淡，邪神有上神之力，我和于墨都未必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前去阻止他，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，所以还是得需要你去帮忙，上报给天界。如果战事重启的话，3界很有可能会生灵涂炭。这果然就是个诀别宴，可我就是个莲花精，我哪上得了天呢？那个土地公是神仙啊，你们把这活交给他，让他去通风报信就好了。颜淡，我好歹浑身是宝，如果你们受伤了，我可以救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就要患难与共，如果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你们现在说不认我这个朋友就可以。喂，颜淡，依你便是。这就对了嘛，今天咱们多吃点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。来，我把我的花童泪都给你了，你也来点。他醒来后，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，又要骂人了。只要他能安全一世，怎样都好。叶忘川曾困了你800年，我不会再让你回那儿受苦。颜淡，你也太胡闹了！我就知道你们2个会狼狈为奸丢下我，我可聪明着呢，想丢下我没那么容易。拯救苍生这种载入史册的好事怎么能丢下我呢？兄弟们，一起吧！竟然用我的法器算计我，
奸诈。切，我只对小人奸诈。阴阳关外的恶灵一旦发现生气，便会主动攻击闯门者。在这个时候，切记要屏住呼吸，否则就会被他们发现。于墨，你放心吧，咱们两个都不是凡人，那些恶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。反倒是你，唐周，你这个旱鸭子，你小心点吧你。谁是旱鸭子？你。我。哎，于墨，进去的时候我直接收服了恶灵。不可，这些恶灵虽然阻挡了我们，但是也阻挡了想要逃出夜望川的妖邪们，所以不可尽数除去。哎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。小心！哎，别呼吸，别住啊！别动，别住了。哎呀！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告诉让你别呼吸了，别住啊！别动！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案，了却红尘。唐周的法环竟因为我而动。雨墨，快点来帮我们呀！尸骨山应该就在前面了。哇，之前土地公说过，曾经有一位帝君为了救一位仙子，劈山而过，这山重新聚合以后，便留下了一道寸灰不染的裂痕。我估计就是这个了吧。都说天上的神仙不能动情念，没想到这位帝君却做了如此浪漫之举。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啊。天条律法严苛，只不过是个悲情的故事罢了，不晓得也没有关系。现如今救人要紧，赶快上山吧。走吧。我已在此等候多时，你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来得如此之快。既然你们来到此处，想必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。你真的是邪神玄香吗？我多希望自己不是。离开魔像之后，我的邪神之力已经觉醒，但我却不想再重施往日的枷锁。有的人生而为仙，而有的人则生而为魔。族人敬我为魔族首领，但从未有人问过我是否愿意。那你为何要盗走楚魔？我盗他来此，并非想复活千军万马，重振魔族，
只是为了召回一个女子的魂魄。难道是陶子气？你杀了他的性命，又想复活他，难道你想以他的性命来要挟天界不成？我怎么可能杀他？他是唯一一个不把我当作邪神，而只是把我当作玄象的人。魔界的人看见你亲手杀了他，你不用再说谎了。那是硕华用傀儡术假扮我所为。傀儡术？嘴巴可以骗人，但是记忆却无法遮掩。我因家族传习登上此位，又因生性淡泊无心征战，而逐渐被族中长老加工。我以为自己的无为而治，能带给族人和平，最终却纵容了长老们的勃勃野心。魔族一度陷入混战，长老们各自为政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穷兵黩武。你为什么要打你族领袖的神像？邪神乃是你族的领袖，他的神像万万不可亵渎。我恨他，爹爹被他带走打仗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昨日哥哥也被带走了，阿娘病重，哥哥担心阿娘，偷偷跑回来看他，却被当成逃兵抓走。逃兵是要被杀掉的，我不想哥哥死。撕毁邪神神像，乃是重罪。若你也被抓走了，你阿娘岂不是更加伤心难过？姑娘，胆子不小啊！你是谁？为何认得我？你乃仙界中人，为何要出手维护邪神的事项？我并非维护邪神，而是怜悯志同。亵渎魔族领袖乃是重罪，我不想他因一时冲动而获罪受罚。他是魔童，你是仙子，都说正邪势不两立，你却来救他的哥哥。六界众生平等，从无贵贱之分，善恶也皆由教化而生，至此何辜？乱世万民皆苦，我能渡一人，便渡一人。你如此说，让我这个魔族中人当真惭愧。你能来此处救人，也是义事，切莫妄自菲薄。救人要紧。仙界使臣奔临我魔界，怎么悄无声息地跑到我这里来救人？莫不是仙界已经按捺不住性子，要跟我魔族一战了？硕华长老，此行乃我私事，与仙界无关。因缘际会，我识得这位犯错的小兵，不知硕华长老可否卖我一个人情，让我将人带走？你一人口说无凭，
我手下的这些兵将们，可都把你挑衅我魔族之举看在眼中了。如此说来，今日之事是无法善了了。你们快走！我做邪神万年，从未被一个女子保护过。她想度困苦众生，我便想帮她完成心愿。不管我怎么替你求情，帝尊都不肯相信魔族毫无反心。仙界已经在备战了，我夹在中间，日日感觉自己行于烈火之上。玄香，倘若你没有骗我，便向仙族证明；倘若你不过是利用我的身份欺瞒仙界，我亦不怪你。此生能够遇到你，我死而无憾。子期，我从未骗过你。只要我还是邪神一天，便绝不会让邪魔开战，让你陷入两难。倘若你不是邪神就好了，我亦不做什么上仙。我们在茫茫六界寻安静一隅，万事纷扰，皆不入我们的家门，那该多好。若世间再无邪神，若魔像再无力量，无论朔华如何做大，这仗也打不起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万魔之眼乃魔族之源，邪神生便不可离身。倘若强行取出，不仅魔力会散去大半，还会因反噬之力7日之内如同凡人一般，只有低阶的术法可以施展。没有了完整的万魔之眼，便无人可以催动魔象之力。子期，明日我便拿着这条项链，去向九重天求亲。先是陶子期，你可愿嫁给魔族玄香为妻？从此仙魔联姻，再无硝烟。我们明艳是仙兽中最为忠贞之鸟，一生只爱一人。若生不能同亲，死必同果。千年万年，永志不渝。子期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子期，
真的是要谢谢那个魅惑人心的陶子气呀！若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拿到万魔之眼？哼！你把他怎么了？堂堂天选邪神，心中却只有小情小爱，真是可悲呀！魔族若让你继续统治下去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如今，万魔之力皆在我手，我便是下一任邪神，仙族又有何惧？邪神这个位子，你若要便拿去。但你若敢伤害陶子气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只要殿下你乖乖地待在这儿，等我屠光了仙族，统一了6界，我自然会放殿下和那小仙子远走天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从此，我便被朔华软禁于邪神殿中。他以傀儡术假扮成我，开启了仙魔之战。数月后，我等到的是魔族大败的消息。长生帝君以楚墨镇压魔相，魔界的大部分疆土都被夷为平地。我一心寻找子期，九死一生之后被族人救出。在我失去记忆之前，却得知子期在阵前被击击，他至死都不知道杀他的人不是我。他死前一定是彻骨的伤心，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，我虽然辜负了魔族众生，但我却从未负他。原来众仙口中负心薄幸故事的真相竟是如此，真是可歌可泣。虽然你的故事合情合理，但你之前多次欺瞒，你的记忆是真是假，无法判断。这个结果，我早就料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以楚墨复活生灵，单凭一人之力无法做到，所以我早就设下了同生共死的法阵。刚刚你们读取我记忆之时，法阵已经开启。助我们一同离开；阻我们同归于尽。你疯了吧你！往往选择相信你这版故事。我真的只是想救回我的心爱之人，用此卑鄙手段，实属无奈。我倒是觉得，可以再信他一次。他若说的是假话，助力之人即刻停手，他便什么也得不到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可以成全他的一片痴情，魔族也会就此沉沦不复，永失其主。行吧，那我双手赞成。仙族死亡时，若仙灵并未散尽，便可用楚墨重聚魂魄，重塑肉身，开启重生之阵。需结阵之人献出一魂一魄，灵祭楚墨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2位法术高超之人，以灵力相助，暂缓结阵之人失魂落魄之缺。不行啊，我在书上曾经看过，3魂7魄乃是真身本源，若是强行断舍的话，宛如剔骨剜肉般痛苦。若是灵力不稳，性命都会没有了。若我复活之人不是陶子期，你们随时可以打断我。到时候我失去魂魄，要杀要剐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好，我们可以去试一试。但若你说谎的话，我会立马毁了这个尸骨山。所以你最好不要骗人，否则我言出必践。
可这尸骨山高不见顶的，茫茫白骨如海，你怎么找他的魂魄？子期一直佩戴着一只紫燕簪，那是天庭赐予他的恩赏。紫燕簪集至坚至美之物锻造而成，永不消散。子期十分珍视此簪，常常拿在手中把玩。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此簪，便一定能重聚他的三魂七魄。快把我放开吧，不然这样你伤口会越来越重的。无妨。若你心中没有我，怎会多次舍身相救？